有人说，灵魂再高贵，能当饭吃吗？高贵的灵魂有什么用呢？人到中年还把灵魂挂在嘴边，是不是太天真了点儿？接下来的几句诗，邵雍告诉你高贵的灵魂对他的用处。身极有层波，峻极有层巅，履止若平地，此非人所兼。这两句诗从字面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，最深的河有层层波涛，最高的山有层层山巅，我走上去像平地一样，这并不难。但仔细推敲下来，发现这种解释让人疑窦丛生。邵雍修炼了绝世武功吗？否则翻越险浪，攀登高山，他凭什么能如履平地？有人说这是比喻。邵雍师从李之才学过物理之学、性命之学，他不会连起码的常识没有，自己做不到的事却拿来做比喻，这不叫比喻，叫吹牛。况且这牛吹的也有点文不对题。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通权，是当官。你在这扯什么层波，说什么层巅，如走平地呢？显然必须要弄明白这两句诗到底在说什么。有一个词叫根深蒂固，往往形容一种势力根基牢固，不可动摇。但邵雍在这里用身极有层波来比喻当官所形成的势力，也可以很深很深。但当官之势力再深，也比不了树的根深。但官势深却是一种更凶险的水深，和树大招风一样。水深到极致，在它的表面就会招来无数的风波，这就叫身极有层波。这种波不是浪花一朵朵的美妙诗意，而是无数的麻烦事，无尽的风波路。升官是每一个当官者的目标，但官要一级一级往上升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每上升一级就好像攀登上了一座山巅一样。当官升至最高处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回首走过的路，爬过的山，多不容易啊！这就是峻极有层巅。当这种官势的风波和升官的艰难，在邵雍的眼里都不存在，因为他既不当官弄权，也不苛求当官发财。有克你们这些人所认为的官场艰难，在我有灵龟护体，不忘避秋园的邵雍眼里，我高贵的灵魂对官大官小一视同仁，对当官还是当平民，自己的灵魂从不改变，一以贯之，就像平时走在平地上一样轻松。之所以能对权和势履止若平地，就是因为他这高贵的灵魂。平生不做皱眉事，天下应无切齿人。贫贱人所苦，富贵人所谦。处止若无事，此诚人所难。从这两句诗来看，证明我们以势和权来解身极和峻极是正确的。有权有势，则富贵人所谦。谦本意是向高处迁移，人们总是往有权有势的高处走。无权无势，则贫贱人所苦。苦本意是苦菜，无权无势的贫贱生活，就像让人吃黄连一样苦不堪言呐。当功名富贵来敲门，你却无动于衷，闭门不应。每天都像黄连在嘴里苦得要命的日子，你却像没事一样，不觉得苦，处止若无事。这种表现简直无法理解。可以说这是在挑战人性的底线了，当然是此诚人所难呐。从这一句上，我们也可以一窥宋儒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情况了。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可以有多高，邵雍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。